什么仅仅只凭这一个画面和其中的一句台词，就标志着迪迦在特摄剧中的地位注定不平凡？我告诉你啊，不可以使用暴力，知道吗？无论怎么样都是不可以的啊！不可以对阿婆动粗。有人说这是丁克人群年老之后的缩影，孤独老去是他们最终的归宿。但一个画面转场就会让你改变这种想法，因为他不是丁克，而是一位老伴和儿子相继离世的孤寡老人。他的内心又何尝不渴望家人的陪伴？仅仅是一个背影，就让我们感受到老人的孤独。夜晚里，一所小宅在城市中显得格外亮眼。一位老奶奶在忙前忙后招待着一位身着奇装异服的人，通过他的心灵传话，了解到他是一名来自宇宙的外星人，来到地球是为了寻找一个重要的人。长期一个人生活的阿婆拿出他仅有的煎饼，同时也为他泡好了一杯热茶，在寒冷的冬天也能感受到一丝暖意。到了第二天，屋里格外冷清，留下阿婆一个人的背影，而那一杯没有喝过的茶显得格外亮眼。明明已经感受到了有家人的存在，但却像一场梦一样，醒来之后还是只有自己一个人。后来他来到超市，买了比平常多出许多的食物，只因为他以为前一晚那仅有的煎饼没能留住房间里唯一的家人。后来他独自来到公园，看着其他人温暖的画面，心中对家人的思念已经达到顶峰。为了散心，他来到桥上看海，却没想到遇到了两位没有教养的年轻人。面对他们口中恶毒的话，阿婆没有选择隐忍，而是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反击，但没想到换来的只有他们的变本加厉。这时雷德尔出现，吓走了他们，背着阿婆穿梭在小巷中，让他再次感受到如此的快乐。被赶来的圣队队阻止后，阿婆紧紧地把他护在身后，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我跟你们说，他不是个坏孩子，虽然他的个性有点冲动，可是他不是个坏孩子。后来雷德尔通过自己的心灵感应，将事情告诉了他们。他来到地球是为了阻止夜间种族阿布巴斯的计划。他们为了夺走仅剩的白天，来到地球寻找能够在白天和黑夜同时战斗的兵器。为此，他们进行了一次计划。在黑夜来临时，大古和星辰在夜晚进行了一次测试，而绝境和雷德尔则留在了阿婆的屋里等待消息。果然没多久，大古和星辰就被阿布巴斯带走。雷德尔意识到自己不能坐以待毙。我来地球的任务是召集可以在夜晚战斗的士兵，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一件比完成任务更重要的事。阿婆，是你叫他去的，是不是？原来阿婆在遇见雷德尔之后，就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。之后雷德尔便一同前往阿布巴斯的领地，被他的光线打中之后受了很严重的伤。之后阿布巴斯便巨大化降临到城市，身负重伤的雷德尔看得出来大古的身份并不普通，于是就让他消灭阿布巴斯，阻止他的计划。而属于夜间种族的他拥有的力量并不比迪迦弱。就在大古思考如何才能打败他时，耳边传来雷德尔的声音：阿布巴斯夜间生物，惧怕光线，惧怕光线。最后帮助他成功消灭阿布巴斯，同时雷德尔也救出了被抓的所有人。战斗结束之后，他们再次会合，只不过这一次少了雷德尔的身影，而他离开时也只给阿婆道别。这么说你要回去了？同时告诉他的还有大古的身份。两个种族之间的斗争落下帷幕，天空下起了雪。这一集通过外星种族的斗争与一位地球独居老人的故事交织，在科幻的外壳下深刻揭示了孤独的本质与陪伴的意义。孤独并不是独自一个人的生活，而是情感连接的缺失。阿婆并非没有家人，而是失去了至亲。雷德尔的短暂出现让他重新感受到家人的温暖，一杯热茶，一块煎饼，这些微不足道的举动，虽然他们两个本不会相遇的群体彼此照亮。原来善意和关怀不分形式，甚至不分物种，也能让他在最平凡的时刻成为他人生命中的光。